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让我开心的事。大明，你看，我今天吃到了一个很圆的包子。圆包子，这有什么开心的？很普通啊。哎，不是普通，它真的特别圆，我喜欢。哈哈，你真的很容易就开心了。是啊，小事情也能让我很开心。你呢？我啊，看到你这么开心，我也觉得开心。哎呀，你别开玩笑，说点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小事最动人？就像我这个圆包子，它很治愈。对，或者早上出门，阳光刚刚好。哇，你这也很文艺啊。那你会很开心吗？会啊，或者下班后能吃到一碗热面。这个我懂，温暖的食物真的让人满足。没错，就是那种简单的幸福感。除了吃，还有什么能让你特别开心？可能是周末能在家好好睡一觉。哈哈，这简直是多数人的梦想啊！对，不用早起，那种感觉太好了。我还喜欢看到路边的小猫晒太阳。真的吗？你觉得那很开心？是啊，它们很放松，看着我也放松了。看来我们对开心的定义有点不同。你是说你喜欢更大的开心吗？不一定大，可能是一个目标达成了。比如工作上完成了一个大项目。对，那种成就感会让我很开心。那种感觉我也能理解，很棒。或者和朋友们一起聊天、玩游戏。哈哈，和朋友一起，这大家都会开心。还有吃到妈妈做的家常菜。哇，这个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点吧？没错，是那种家的味道，特别暖心。我发现开心好像分很多种类型呢。是啊，有安静的，也有热闹的开心。我觉得安静的开心很持久。就像你那个圆包子，细水长流的开心。对，它能让我一整天都心情很好。那你还有什么最近觉得开心的事？我学会了一道新菜，做得很成功。哇，恭喜你！是什么菜？好吃吗？是麻婆豆腐，第一次做，味道不错。下次有机会，我要去尝尝你的手艺。没问题。你呢？最近有什么好消息？我买了一本新书，很想快点读完。读书也让你很开心，是吧？对，沉浸在故事里，感觉很放松。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开心按钮。没错，发现它，生活就更美好了。找到这些小确幸，真的很有意义。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多一点开心。就像我今天的圆包子一样。是啊，一天的好心情就从它开始。这倒是真的，吃得好才能心情好。对呀，你上次说的那个书读完了吗？还没呢，不过最近有个新发现。哦，是什么让你开心了？我发现阳台上的那盆花开花了。哇，你的耐心终于有了回报。是啊，看着它一点点变化，很治愈。这种由内而外的喜悦特别纯粹。
而且它的颜色特别鲜艳。真是意外的惊喜，是吗？没错，早上起来看到，心情都亮了。小小的生命力能带给人大能量。你说这种开心是不是很能感染人？我觉得是，正能量会传递的。说到感染，我今天也做了件开心的事。快说说看，我很好奇。我帮邻居修好了他们家里的灯。你还会修灯？太厉害了吧！哈哈，只是小问题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但这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不是很棒？是的，看他们开心的笑容，我也很满足。这让我想起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互助精神。这种社区的温情真的让人心暖。没错，和谐的人际关系很重要。就像我们常说的和气生财一样。是啊，不光是钱，还有很多好运。这种生活哲学真是深入人心。我有一次在市场买菜，就遇到了。哦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？我不小心把菜掉地上了。哎呀，那真是有点尴尬。老板娘二话没说，直接给我换了新的。哇，那份善意肯定让你很开心。是啊，那个瞬间感觉特别温暖。这种小善意汇聚成大大的快乐。所以开心真的无处不在。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，用心感受。有时候一句甜言蜜语也能开心。甜言蜜语，你是指什么呢？比如，我朋友夸我麻婆豆腐做得好吃。哈哈，那确实是很受用。听到别人的真诚赞美，是种幸福。这种语言的魔力太奇妙了。没错，不同的表达，不同的感受。不过，有没有那种开心难找的时候？那种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方法。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类似的小挑战。哎，是什么呢？下次我们再聊吧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想聊聊。哈哈。好奇心都被你吊起来了，快说。我啊，就是最近工作有点不顺。压力大是会影响心情的。感觉好几天都提不起精神来。这种感觉我太明白了，很糟。但昨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小秘诀。哇，什么秘诀？赶紧分享一下。我把办公室整理得干干净净。仅仅是整理房间，就开心了吗？看着整洁的环境，心情瞬间变好。这也是一种小确幸吧？对，那种掌控感让我很放松。原来如此，找回控制感很重要。还有就是，我昨天做了一顿饭。自己动手做饭也很有乐趣。我做的是一道家常菜——红烧肉。哇，那可是大菜，功夫不浅啊。从买菜到做好，整个过程很投入。闻着香气，是不是就很满足了？没错，吃着自己做的饭，特别香。这种劳动后的满足真的太棒了。这让我想到苦中作乐的智慧。在辛苦里找到一点甜头。就像这道红烧肉需要耐心。
最终的美味就是最好的回报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小挑战？当然有啊，有一次我出门旅行，哎，旅行也会有挑战吗？我发现我的手机信号突然没了。哦，那在外面确实很不方便。当时我有点着急，觉得要迷路了。是啊，没有导航会让人慌张。结果我抬头一看，发现一片花海。哇，真是意外的惊喜啊！跟着花海走，找到一个老街巷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体验。没错，那种感觉特别奇妙。你说，大家有没有类似经历呢？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过吧。所以，开心有时是需要发现的。有时是主动创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比如说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助人为乐，那种快乐也很深。我上次帮邻居修好了水龙头。哈哈，你是热心肠的大明。他一句谢谢你，让我开心好久。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很充实。这种简单的回馈特别有意义。不过，要是遇到很大的挫折呢？那就更需要找寻了。是啊，挫折感会让人失落。但每次克服都是大快乐。比如你上次那个设计项目。没错，差点就想放弃了。后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？每天睡前我都会列清单。列什么清单？任务列表吗？不，是今天完成的小进步。哇，这倒是个新思路呢。哪怕只改了一行字也算。累积起来就成了小成就。那些小成就让我撑了下去。从绝望到希望，真的不容易。这就是苦尽甘来的滋味。说到这，我想到学画画。你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开始线条总不直，肯定很沮丧吧，哈哈。可每次画好一笔就开心。那种细微的成就感。坚持每天练习，进步一点。看来，快乐在于过程本身。也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。大家有没有为了一个目标坚持很久的经历呢？分享一下。就像中国功夫讲究日积月累，每天打一套拳，身体更强健。也训练了耐心和意志力。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快乐。对，它是一种内在的满足。我还记得上次去逛庙会。庙会有很多好吃的吧？遇到一个老爷爷在写春联。哇，他写的肯定很好看。笔走龙蛇，行云流水一般。那种专注是不是特别打动人？是的，他说他每天都写字。这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吧。他说写字让他心静，很开心。看来平淡中也有大乐趣。是的，有时候越是简单的事，越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。那我们下次可以聊聊这种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日常小确幸。还有在快节奏生活里，怎么找到这份宁静呢？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。
肯定会很有启发性，对吧？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尽管说吧。你有没有那种突然被某个词语，某个词语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一句话，瞬间让你心情大好？哇，这倒是个很有趣的视角。对，感觉被语言的力量感染。我懂了。比如我上次听电台，听到什么让你开心的词了？听到一个词“如沐春风”。如沐春风，这个词很美啊。是的，感觉全身都放松下来了。仅仅4个字，力量这么大。我当时就想到，中国人讲究讲究什么？温和待人吗？对，就是那种让人舒服的氛围。像遇到一个很和善的人。没错，就像被春天微风拂过。这种意境特别能打动人心。语言真的有治愈的魔力呢。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哦。快说说，又是什么故事？有一次，我朋友带我去他老家。老家，听起来就很地道。他奶奶给我做了地道的手擀面。哇，那一定很香很好吃。我吃完说真有家的味道。他奶奶肯定非常高兴吧？是的，他说多吃点，别客气。别客气这句话真的很有爱。对，瞬间觉得非常温暖。这也是一种小确幸吧？对，但它更偏重情感连接。你看，中文里这些简单用语，蕴含着深厚的人情味儿。就像你吃了吗？不是真问吃没，更多是问候，表达关心而已。是啊，这跟西方文化很不同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能跟我们的集体观念有关。哦，就是那种我们是一家人。对，关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。这种不言而喻的默契，太棒了。是的，所以有些话不用说透。哎，说到含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发现什么？特别的用法吗？有些地方大家喜欢用反话。哈哈，比如你可真聪明啊。没错，这背后就更有意思了。没错，这背后就更有意思了。对，听的人需要自己想。是的，要体会其中的深意，不然会理解错意思的呢。这种表达很考验听力啊。哈哈，更考验对文化的理解。是啊，这是一种乐趣。就像一个有趣的小谜语。要用心去感受才行呢。慢慢就会领会其中奥秘。这种交流方式很独特，让人觉得很有人情味儿。这也是中文的魅力所在。是的，越学越觉得好玩。从这些细节感受文化，找到好多让我开心的事。对，日常的发现最有趣。比如上次那个词嘚瑟。哈哈，那个词太形象了。只有中文才能表达出来。是的，好多词都是这样。还有一些叠词也很有趣。比如红红火火。
听起来就特别喜庆吉利，感觉生活充满了色彩。对，语言是有生命力的。每次发现都特别有意思。这也是我们节目想做的，把这些有趣的地方分享，让大家也感受这份快乐。语言真是个宝藏啊！发现这些让我很满足呢。对啊，今天聊得真尽兴，聊了这么多文化趣事，尤其是那些言外之意，真是让人受益匪浅啊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？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感呢？哪些细节让你很开心呢？是不是也发现了中文的魅力？或者说，在生活中，还有哪些让你会心一笑的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哦。告诉我们你的开心事，期待你们的故事和发现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不同的节日在中文里有哪些特别的表达方式，比如新年里的吉祥话。那会很有意思的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别忘了下次和我们相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拜拜，祝大家天天开心。